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59.82，收盘价是160.67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3.47。最低价是在158.75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5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15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6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下行，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下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红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空头趋势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6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天剑线，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股价出现下跌后的横盘中，是在相对低的位置。那在这样一个位置出现的一根天剑线啊，这是一根止跌和反转向上的信号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自4月20日以来啊，连续出现止跌的信号 K 线，那到4月25日已经是连续的4根止跌 K 线，那我们会看到它们都没有被确认，也就是说在止跌信号 K 线接下来的一根 K 线啊，如果没有站上前高，那也就是止跌信号没有被确认，所以呢，目前股价依然在横盘中，那日后股价只有站上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，才能够继续向上反弹。那如果跌破了止跌信号的 K 线的最低呢？那我们说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下行走势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2个方向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68附近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2.5的。另外一个方向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55，那它的条件，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过162.5的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，收盘价会在160附近。实际在4月25日收盘价是在160.67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啊，它继续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。那也就是说，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这根 K 线最高啊，会出现反弹。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后续的上行。那对于4月26日股价如果上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认为是170。170是4月20日这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。也就是它是第一根止跌信号 K 线，那只有这个止跌信号 K 线被确认之后，股价才能够出现继续向上的反弹，所以我们认为170是它的第一个目标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上方的这条水平线是192，192是之前的一个标志性的高点。那我们说，只有股价日后重新站上192才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。所以第二个目标
我们认为是192。那在到达这个目标之前，我们会看到各条均线值，包括这个缺口，都将成为压力。那其中呢，我们认为这个缺口的中线，也就是173这个位置，将是强压力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股价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认为是160。160是第一根止跌信号 K 线的最低。那我们说这根 K 线啊，它是一根标志性的 K 线，也就是在4月20日它出现了新低，也就是说160低于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出现了底低，对，并且它的收盘价也跌破了3月31日的最低，所以这根 K 线呢，它确立了自2月16日以来下跌的一个空头趋势。所以说，股价日后如果下行，那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是在160.56。我们把它说成是160，对。那么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这根 K 线的最低呢，那我们说将会继续维持这个空头趋势，所以我们把160设定为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就是要维持空头趋势。那如果160被跌破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这条水平线是138，138是1月25日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。我们在前一期视频当中出现了一个口误，说成了是起跌 K 线的最低，实际上1月25日这根 K 线是这一波股价上涨起涨的 K 线，那么它的最低将是股价后续下行的第二个目标。那在到达第二个目标之前，下方的缺口是强支撑，那其中缺口的中线150是强支撑，对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。那在4月26日，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4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63.5附近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，这条红线。那也就是说，股价如果出现反弹，那我们看看是否能突破这一点，然后呢，收盘价是否能够站上163.5。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那股价将会出现反弹。那否则呢，我们要关注另外一个点，依然是下方的158.5附近，也就是前2日这个 K 线的最低，尤其是4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个位置呢，那股价将会开启新的一波的下行。所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163.5和158.5这两个点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在4月25日收盘之后，也就是160.67这个位置，目前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和做多的，理由是连续出现4根止跌信号 K 线都没有被确认，也就是它们的前高都没有被站上，所以说目前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，这是一个理由。那对于4月25日这根 K 线，我们会看到它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并且是绿 K， 那么没有出现新低，也就是最低高于前一个交易日 K 线的最低。出现这样的 K 线啊，本来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但是呢，有一个条件不足，
就是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，所以说就这根单一 K 线而言，在这个收盘价的位置也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它缺少一个成交量的条件，所以目前我们说没有进场抢反弹或做多的点位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操作的技术上的说明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在4月26日从163开始，一直到上方的173，在这个区域，那在这个区域都是空头的进场点或者是加仓的位置。我们说一下理由，163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是在163附近，所以空头一定是守5均。那么在5日均线值的位置，它会加仓来打压股价，就是说不让它站上5日均线值。那么股价如果继续向上呢，应该会有空头的加仓，目标是压回这个股价。所以我们说从163一直到上方的173都会有空头的加仓，因为170也是一个标志位，这是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在170之下，尤其是170之下，那么空头的加仓力道应该是非常强的。那在这个区域进场或加仓，他们的目标是150，是下方缺口的中线，然后他们的回补位是在173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，我们依次来说一下，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62到164之间，然后上方我们会看到有2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4月21日和4月22日和4月24日2根 K 线的最高，分别是165和166附近。所以第一个压力区间是从162一直到166，第二个压力是上方的这个缺口，是从170一直到177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。当然，其中我们刚才说过，173缺口的中线，它将是强压力。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就是前低，是158附近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，是从146到155，那其中150是强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要给出2个方向。那一个方向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一个反弹，甚至有可能是一个强势的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2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70，收盘会收在16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强势的反弹。那否则我们认为股价还会出现下跌，如果出现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甚至是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160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52，
收盘会收在157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如果既不出现反弹，也不出现下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出现横盘向上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64，收盘会收在162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4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